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柏毅，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曹仁俊。大家好。好，继台南的起诉书以后，那今天呢，在整个大罢免的过程呢，蓝营要罢绿委的这一部分呢，不是搞得风风雨雨的，什么幽灵联署啦、死亡联署这一堆。好，那在今天的时候呢，台北地检署今天这是第2份起诉书了 ，OK？ 继台南以后，台北地检署那侦办被告黄文锦如这件涉嫌伪造文书案件，今天侦查终结，5个人包括黄文锦如提起公诉。缓起诉10几个，那不起诉也有一些人，张志刚议员呢，在这部分是不起诉的这一部分 ，OK， 好，可是这整个过程，大家去细究那这几十页的起诉书，重点就是在看说，它里面讲到为什么，到底犯罪事实是什么，谁做了一些什么事，在这里面你所看到的所有这些东西，冠廷是你在这里面看到了什么？看到的东西可多了。我先跟大家讲今天这份起诉书啊，下午的时候大家收到，情绪我自己是经历3阶段变化啊。第一阶段是好笑，因为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很多里面的笑话。可是其实之后呢，是变成是有点生气，然后最后是难过。为什么我先讲好笑呢？这一个起诉书，我认为最关键的点，除了黄宇锦如被起诉，赖以任被起诉以外，李孝亮、张思刚不起诉，但重点是整个国民党在罢免吴佩益跟吴思瑶的部分，对的，真的联署的件数都只有100份。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个，这个检察官认定的吴佩益的罢免案，这个国民党抄党员名册的部分2417份，然后呢，明显错误的120份。好看重点，罢免吴佩益的部分最后送2637份，伪造件数2537份。对，你没有听错。罢免吴佩益真的只有100份，其他全部都假的，2537份都是伪造的，这是吴佩益的部分。那吴思瑶的部分呢？吴思瑶部分呢，分几个部分第一个，抄党员名册1167份，抄上一届的罢免吴思瑶的名册1503份，因为现在是第11届立委，那这是第10届。然后呢，第1份跟第2份又重复的有195份，然后呢，其他明显错误的199份。好，讲白话，总共2839份里面，伪造也是2674份，只有100多份真的。吴佩益的造假率96%，吴思瑶的造假率94.18%，从头到尾90%多都是假的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谈的是说，为什么黄宇锦会被起诉？这非常关键，因为检察官很完整的把伪造文书、违反个资法整个时序全部列出来。今天下午花了蛮多时间把它认真把它看完，几个重点。最关键的时间点叫2月5号，这一天发生很多事情。2月5号早上，他们去跟中选会递交吴佩益的罢免申请案。交了之后，下午才发现，不对啊，刘思颖他们根本资格不符。所以到了晚上6点的时候，关键点来了。2月5号的下午6点，这个所谓的罢吴四骑士到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跟黄吕锦如跟其他的党工开会。开会之后，在当天的晚上9点，开始呢扣志工。扣志工。2月5号这一天很关键。为什么？因为隔天2月6号这一天，所有的志工早上9点开始，在台北市的国民党党部2楼、3楼抄写罢免名册。而谁在现场指导志工？这个人被起诉的关键，他是赖以任。赖以任在国民党的党部指导志工怎么抄写。另外，罢吴四骑士的其他几个人，姓刘的、姓林的等等这些人，他们在负责整理造册。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从一开始觉得好笑，因为你，真的第一个吴佩益的部分真的100份，吴思瑶的部分真的100多份，2000多份是造假，一开始觉得好笑，到这里的时候我变成是生气，为什么生气？2月5号、2月6号，黄吕锦如、赖以任等人在国民党党部里面要求志工抄，前面我都不讨论什么那个名单哪里来，就是你就在现场嘛，你能想象吗？志工在现场，赖以任在现场叫大家抄，还教你怎么抄，然后结果你们在4月份的时候，你们去地检署前面抗议司法不公，
这些人抗议会多哦，你不觉得很假吗？那个赖以任他手上那个贴着那个绿色的那个蛲虫那个封口那个东西，然后呢，那个现场跟大家讲说我们国民党是团结的，什么？你有跟国民党讲说你在现场督军，你在现场教志工操，你在现场教志工操吗？完全没有，所以这整个就是一场闹剧嘛。那后来到了这个2月6号之后，到了2月7号。包含说这些名册，包含说后来去找了张克进，包含后来去找了李孝亮。来，第二件事情我要谈的是李孝亮，他不起诉关键是什么？就这整份名册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最好笑的地方。又让你觉得生气，又让你觉得难过，又让你觉得好笑。为什么？李孝亮前面他人设跟在国民党跟全国人民面前是什么？是他很认真，那我注意都不理你。然后呢，他站在路口，然后这边联署，不对。根据起诉书的内容，李孝亮这整件事情跟他唯一有关系的是黄宇景如等人找他来，因为后来领衔人得换嘛。因为我先讲这个有一个案外案的笑话，就是罢免吴思瑶跟吴佩益的2个领衔人赖以烈跟刘思颖2个都资格不符，2个都资格不符之后才变成张克进跟李孝亮。而李孝亮我要特别提，李孝亮他唯一跟这件事唯一关系是。当整个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都全部抄好了之后，整叠已经伪造好的，根据起诉书内容，整叠交给他。然后李孝亮你就这一点，然后就交过去了。不是啊，那李孝亮你在演什么？李孝亮你那这整叠联署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他才会不起诉啊。好，所以这一切你看到李孝亮跟赖以任这样，那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凹的？然后国民党前面还在说司法迫害，前面还在讲说为什么要压黄宇景如。黄宇景如根据这个起诉书的内容，从头到尾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名册拿到之后，所有的志工找来抄，包含要求底下抄，这都是他主意的。最后一个我要谈第3点，是国民党的内斗，导致了这一个后面的整个崩盘跟官司。根据起诉书的内容，明确的写出，因为当他们发现领衔人资格不符。跟件数不够之后，他们必须要重新在那个法定期限之内补足足够的件数。而黄宇景如接到了一个消息，他接到了这个钟小平准备要抢先，然后去开始来展开联署，然后他们为了避免让钟小平去联署，所以黄宇景如把所有人找来，开始来抄这件事情。这什么鬼故事啊？就国民党为了避免钟小平去联署罢免吴佩益。然后结果你找人全部抄，然后全部团灭，就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好熬的？不过这整件事情，我们那时候就讲，继台南地检署起诉以后，接下来次第会有各地地检署。当你看到每一次起诉书的时候，对国民党来讲的话，会不会就是好？你说在整个大罢免的过程，就是要休息养伤，然后赶快全员到齐，打算面对大罢免。那你只要面对一次，整军一次，来一个起诉书，崩的再打一次。现在看起来，台北地检署这第2份，未来还有哪几个地检署，一定次第都会有。不会，我们这个人就讲，国民党怎么样，赶快把这个战场，你们不能现在面对大罢免，一直在打着说，包括看板呐，你们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出来投不投一票啊这些，3不5时来一份起诉，像这个，大家重点研究摆在，哇哦。内斗成会这个样，哇哦，那个比例竟然会有伪造的比例94%、96%，这些对你们来说一定都是一些打击啊，那怎么办？我先讲啦，大家看到今天这起诉书，我觉得第一个必须要先讲蓝营在第1阶段跟第2阶段的联署，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令人失望的。的确是，如果照这个比例分数，如果都为真的话，那这个的确是会让支持者觉得，我相信不太能接受，这是确定的。有任何的问题，任何做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当然必须出来负责任，甚至道歉，我觉得都是应该的。再第2个就是被起诉完之后，可是也相对的，我觉得也单纯了。就是说之前因为情况不晓得情况之下，外面有什么猜测，言论非常多。现在起诉书出来了，不管是对是错，这个出来之后，结果就是走司法程序了，你就是打官司。那如果能够不管是让黄礼珠他们能够早点出来，我觉得也是好事，毕竟年纪也不小了，在里面天气越来越热，有罪没罪，司法判决来做最后的裁定。那接下来我相信可能很多的起诉书陆续都会出来，那我觉得就是用很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它，有问题的就有问题，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去辩驳。接下来如果觉得是被诬赖的，我相信就是由司法程序来做后续的处理就好了。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对现在蓝营的支持者伤。但倒也不是完全的绝望，因为我也必须要讲，2阶结束完之后，你说就我的角度来看啦，你说蓝营的那些立法委员被罢免的立法委员，
它的重心其实已经不在于说1阶联署、2阶联署到底有没有去让绿营的那些民意代表要来被罢免，其实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已经是在回防自己接下来3阶段的时候，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方向来打接下来的选举。所以现在很多地方上的立法委员蓝营的，至少就我认识看到的，对于地方上的一些活动，包括了很多的一些花费的一些形成的比例，地方上的比例是非常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必须要讲，党中央、地方党部有他们的状况。很多时候，现在立法委员必须要靠自己来面对接下来的第3阶段挑战。而在靠自己在面对第3阶段挑战的时候，是好是坏，我现在不敢说。可是目前从有一些民调上看得出来，就是好像对于某一些选区或某一些蓝营的立法委员，他想要罢免的态度好像没有这么强烈，或者是反对罢免的人数好像稍微比例有点升高。什么原因我不敢说，但是我个人觉得，对于每一位蓝营的立法委员在地方上认真的重新再跟选民接触，或多或少可能有一些关系。因为对于很多民众而言，他失望的其实不一定是这个立法委员，他失望的是我对党中央整个流程下来，我觉得失望。一个蓝绿对决的一个所谓的罢免战的时候，明明我们讲得很好听，要以罢制罢，怎么会联署的时候，不要说是2阶，连1阶状况都这么多？所以现在党部有党部他们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市党部也有市党部要处理的问题，而立法委员现在全力的在地方上，不管是让我们的支持者看到也好，让中间选民能够认同他们也罢，我觉得现在必须要分进合集了啦。我有会请问一下，你可以想象得出来，接下来不管是罢团，或是民进党，那在宣讲整个过程的时候，一定会把这个，就像台北，因为台北这次是重中之重的地区，对，他们一定会把这个拿出来。光只要讲那个所谓的，包括吴思瑶跟吴沛忆，一个是94%，一个是96%的伪造率，然后就拿讲说，国民党朱立伦，你能不道歉吗？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委员，他们如果一直不断的讲这些，我个人相信他们一定会这样干。那你们对你来讲，你刚刚讲，因为委员总要重新让所有的民众知道说他在这段期间他到底做了哪一些，可是他们只要拿着这个一直不断的在那边走，不断的讲。对于那些在地方要跟选民接触的那些委员，会不会产生困扰？我觉得或多或少一定有伤害啦。毕竟你说立法委员跟党中央能够完全切开吗？这不可能的嘛，对啊，这是一起的嘛。所以当党中央出现状况的时候，被罢传一直不停宣传的时候，立法委员一定有压力，而势必的也会牵连在一起。但我也必须要讲，真的已经到现在了。OK， 那对立法委员而言，把自己的形象自己做出来吧。因为也许党中央不能够帮你做加分的项目，你自己要把你自己的自己自强，好自己自强，这讲也不太好听的，把自己的优点跟把自己的专业的那一部分展现给选民看。我觉得接下来选战真的是不容乐观。把自己的优点跟把自己的专业的那一部分展现给选民看。我觉得接下来选战真的是不容乐观。但是怎么样让我们的支持者能够最后愿意，就算他对党中央可能不接受、不高兴，但是对于你这位立法委员，他还是可以认同的。这种感觉、这种态度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到最后第3阶段比的是什么？比的是投票率啦。谁能够把自己的支持者吹出来，当然就是最好的结果。而对于绿营而言，讲句实话，最近看几份民调。不管绿营的怎么讲，不管你说中央啊，包括你说台湾、美国关税等等的，他支持大罢免的一个人数的比例其实都差不了太多，他一直都是非常铁的。也就是不管怎么说，那群人是确定会出来投票的，而且是支持大罢免的。但接下来蓝营反而是要把重心放在怎么样让那些不支持大罢免的人愿意出来。而党中央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当然觉得就某方面而言，党中央的确是应该出来做个表态，至少要根据这个起诉书，我觉得要有反应，因为他讲的都是我们党部的人士嘛，是吧？你不能够当作没有事情。那接下来党中央该怎么回复？我们目前也在等着看啦，因为这起诉刚出来嘛。OK， 但是必须要做个回复，这至少是对我们的支持者一个最基本的交代。我跟我讲一下哦，就是罢免吴沛忆的2637份里面只有100分是真的，罢免吴思瑶的2839份里面只有156分真的，这个他不用跟我们道歉。他自己去面对，因为这是笑话一场，就是闹剧。他不一定是真的，他现在是说那一些全部都是抄的，对不对？对。可是有100多份是可能是抄错的，他不代表他是真的。我们姑且当成有当成真的一样。但我看我认为国民党要有态度跟道歉是几个个体啦。第一个，赖以任
你凭什么之前在上节目的时候讲说，那个这一些会不会是青鸟反串的？赖以任上节目有台的节目的时候，明确的去讲说，这个我们也提过质疑，有没有可能反串啊？有青鸟什么的等等等等。他的暗示是说，这一些伪造的人有可能是青鸟，为了要反串，签好之后送过来，是他们一时不察才送件。你真笑起诉书写你在现场督军，你在现场教志工怎么抄，你在现场看着他们抄，教他们怎么抄。结果你现在跟他们讲青鸟反串，你这种撒谎鬼，国民党不用道歉吗？赖以任不用道歉吗？你有什么面目在台湾的政坛继续混呢？这第一点。第二点，4月17号你们冲撞北检是什么意思？你们国民党上上下下没有人知道，当天在你们的国民党的市党部，这么多志工，这么多党工，这么多里面的人，全部在那边集体作弊、集体抄袭、集体伪造文书。你跟我讲国民党没有人知道，然后朱立伦在现场号召大家包围北检，然后说黄宇警被压是冤枉的，黄宇警被压是不对的。你们凭什么这样践踏台湾的司法？除非是起诉书乱写，你们全部在国民党的党部抄这第二个，第三个，赖以任你那一天，在4月16号在那个北检那一天，你凭什么在那个现场贴那个贴纸，然后跟大家讲说那个象征你被绿营打压封口，旁边还找你的姐妹律师，然后冲过来讲我是我的当事人，不要再讲了。那你就是去伪造的其中一个元凶，然后你演这出戏，然后过去几个月，然后台湾人被你们争笑所以5哥我回来回，其实这个我们不用大力去宣传，就这个东西脑筋清楚了，你就知道这个党是没救了嘛。我觉得要检讨，这个讲，这个一定要。对我先讲啦，你说刚刚其实。你说冠廷讲的，我也没有办法说来反驳什么东西。但毕竟我们去很多的现场的一些活动，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当然，而且讲，就我角度而言，我还是相信他们不会做出这个事情来。冠廷刚刚的重点应该是第一个，党部，因为在党部抄，如果照这个来讲，在党部抄。不管他在地方党部抄，那中央党部要不要有一个表态？就你刚刚说的表态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中间涉及到的人，当后来出来一副正义凛然或者讲了一些东西以后，就是不是也应该要针对这些事情？因为赖以任还有被大家讲一件事啦，是说他在中间有一次检察官开庭的时候，也有给他看张克进的王母，然后那个2张伪造的那个，他说他当时也有看到，他也很震惊。当然那时候就有人讲说这么震惊，那是不是也应该针对这些事情？心里面这时候就在讲，到底为什么会这个样？所以这些可能是我讲的是国民党，你接下来每一个委员打这个仗的时候，你势必这些事情会被人家拿出来讲。所以你刚刚讲，那你们要怎么清这个战场？如果不清这个战场，这就一路不断的这样下去啊。没错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起诉出来了，而且他有写明这么清楚的东西。我觉得的确是应该要出来做回应了，这不可避免的。因为如果你不做回应的话，不是结束嘞，不是说好像我知道1、2个月不讲话，这个事就没事了。那你接下来面对的，你说包括了3阶段罢免，或甚至如果出现4阶段的话，你到底该要怎么样针对这个问题来把它做一个圆满的收尾？我觉得这事情并不是拖过就可以没事情的。OK， 所以起诉书出来了，我相信今天刚出来很短时间，党部我相信也在看。但我希望尽快的，而且也应该要做出一些相对应的说明。不管他写东西，你承认或不承认， OK， 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啦。那当然对或错，我觉得民众自己会有一些判断。但是至少对我们的支持者啦，刚刚冠廷讲的，就是的确道歉不需要对其他那些人道歉，但至少对于支持者，我觉得要有个交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将军还是要问，来自国民党，出身国民党，你还当过主委，对这件事情，你觉得国民党会要怎么样有一个表态的动作，或是我们讲从台南到台北，接下来，因为20号的时候中选会会合，到底多少个委员要进入3阶嘛？是。那快的话，大概算一算，40天左右，搞不好就要投票了。所以你接下来呢？接下来还有好几个地检署哦，3不5时来一个地检署，像这个94、96的，就对国民党来讲，你觉得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一则喜一则忧啊，因为国民党我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里面。一则喜是还好2阶段几乎都没有过关，那今天过后这就几乎，如果2阶段过关了，这个起诉书可能不是66页啊，可能是660页，那一则忧就是国民党怎么办？未来马上要进入第3阶段，6月20号开完会之后，第3阶段就正式开跑。其实现在已经开跑了啦。
地方的这些立法委员，这31个，没有一个人认为他不会进入第3阶段，都认为他会进入，都在办客厅会，都在办各种造势活动。这些活动客厅会的目的是什么？催出第3阶段出来投不同意票。对，这是他唯一的目标嘛。他不可能是为了他2028的选举的热身，不可能，就是催出不同意的票。要催出不同意的票，有2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是热情，第二个是信任。我相信你，所以我不同意；我相信你，所以我会支持你。我的热情够，所以那天我不出国，我不去玩，我一定要来投票。一个热情，一个信任，这2件事情缺一，那不同意票就催不出来。那我讲到这个台北市黄旅锦如被起诉的事情，对热情跟信任的影响。我先讲热情，我们都可以牺牲假期，拼了命要出来支持你了，你们还在内斗。这个内斗以前钟小平跟黄旅锦如是台面下的，就是传说，每个人都知道，但是从来没有放到台面上来讲，没有摆在起诉书里面，对，摆在公文书里。起诉书里面讲了呢，他为什么要伪造？是因为怕钟小平捷足先登，怕钟小平，据说2月1号钟小平要送件，所以我们要比他快，所以只有2天，大家赶快抄。哇天哪！这是不是明明白白的内斗文书化？以前都是传闻嘛，大家都知道，不要讲啊，我们都晓得。现在是直接起诉书里面写明白嘞。那这种会影响热情的。你叫我们团结，你叫我们团结，你们自己斗得多厉害？这不是传言哦，不是谣言哦，不是耳语哦，这是起诉书里面讲的。然后重点来了，谁把这个事情公出来？其实跟这个案情有什么帮助？是谁公出来的？谁讲出来的？哦，你说谁讲说？对，那你们为什么要去抄这些呢？哦，因为我们要赶时间。为什么要赶时间呢？因为那个主有讲说，哦，听说钟小平要讲，是你说谁讲这一段？谁讲出来的？看起来应该是赖以任，因为他们写说他们已经坦诚犯行。对，所以说有吗？最后我看到那个陈什么勋有3个是从重量刑，陈奎勋跟赖以任就是可以适当量刑，坦诚犯行，对，因为他们坦诚了，所以这些事情你可以不说的啊。这个跟案情无关，你说干什么？那你为什么要说？你就是见了检察官，什么都讲了嘛，什么都说了，所以国民党之间还有那种所谓的信任存在吗？当这个一件一件的起诉书出来的时候，我想热情，我刚刚讲内斗嘛，内斗没了，你的信任也会消失。国民党，我刚算了一算，起诉的有5个人。然后缓起诉3个人，那3个人是要缴5万块，另外有15个缓起诉缴1万块的，加起来23个人呢。各位，我在党部干过，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党部核心的人员或者是核心志工？要干这种事，一定找机要嘛。我信任过你的，那个会乱讲话，我不要找你。这23个是真的在干活的。过年要准备要放假了，把这些全部招过来，到党部铁门拉下来，你们在干什么？在抄东西。这些人不是自己人，他会叫你来吗？23个人不是缓起诉就是起诉，你想想看，国民党之间的信任感在哪里？没有信任感呢。OK， 以后还敢听你的吗？以后你主委叫我去说，叫我说，别，你别叫我干这个事，到时候被起诉你都不管我，以后叫不动人呢。那你想想看，马上面临要反制罢免的案子出来了，国民党党部要揪人出来。做这些事情，这些人的热情还在吗？我对你的信任还在吗？这是最可怕的。或者是现在对国民党所有要面临罢免的委员，刚才博弈讲的，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吹的就是不赞成罢免的。对，那个因为你看所有的民调都是嘛，大部分民调几乎反罢的人是比赞成的要多。对，可是那个热情你一摆进去，哇，那不得了，那个差太多了。一边大概8成9成，就要出来支持罢免的，另外一边其实大概就5成啊，6成最好一点，最好一点大概6成。那国民党，可是我们就讲，你那个热情加入之后，那个热情、那个信任，所有这些。难道跟这些都没关系吗？也就是那些委员个别在地方要催人家票的时候讲，你不要管那些，我跟你讲，那都被起诉了，起诉就算了，那你们就是想办法要来支持我，这2个能够这样切得开吗？当然没有办法，尤其是我跟你讲那个我们的北检多么体贴，你知道吗？它还有个 Q&A， 这 Q&A 会就是记者有时候很赶一整份那个看不到重点。我跟你讲，他那个 Q&A 有一题超级妙，他说为什么黄旅锦如等人呢要在
在罢免期程急着要送中选会他说，因为国民党他们自己已经通过了这个新的3读通过那个选罢法新的嘛，就是说他之后要附上国民身份证正反面，然后呢，他说这个势必会增加罢免的一个难度所以要赶在这个之前。好，那这个3读通过这是谁推的？不是就是你翁小玲吗？他说这个势必会增加罢免的一个难度所以要赶在这个之前。好，那这个3读通过这是谁推的？不是就是你翁小玲吗？所以为了你翁小玲推过这个法律，所以他变成是要赶在这个之前那我们这样联署来不及，所以弄哈第二个，他说另外黄旅锦如听闻国民党及台北市议员钟小平有意在114年2月向中选会递交立法委员吴佩益的一个罢免申请案为其主导之罢免能顺利进行及避免他人抢先申请。所以换句话说，整起事件是怎样？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如果没有翁小玲，你没给稿通过这个的话，你们黄旅锦如会为了要赶那个时间，然后那个罢免，如果要附身份证太困难了，这个新法对他来讲难度太高，所以才赶这个时间点，然后用这个决定要抄吗？当然，最主要黄旅锦如犯这个错的最主要的原因什么？心魔。钟小平，小平哥。可是我要讲一件事这黄旅锦如人家还是条汉子根据检方目前的一个起诉的一个状况，我跟你讲，他到目前为止，你看倒数第2点他说这3个人就是饭后态度不佳啦然后所以你看。这个已经是明显是违法嘛然后3人饭后否认犯行然后避重就轻态度不佳啦所以他们认为这样严重妨害民主基础，所以从重量刑，然后也已经效尤。所以换句话说，我不讲黄旅锦如到目前是条汉子，他下面一大堆人全部都招了，尤其是这个赖以任，我真的是提到他名字，我都觉得你真的是画廊还怕救狼，你是他教导那一些人怎么抄袭的导师，结果你竟然出来还这边装的跟陈情小白兔一样，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还有理由在那边讲人家李孝亮就算，因为李孝亮就检方来看起来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呢这个判决书也真的证实了你妈妈很伟大，把就职成功。所以里面最恶心的其实是赖以任，你根本是画廊怕狼的画救狼，是你是参与其中的，然后你真的检方找上门之后，你马上把这些人全部都招了。所以刚刚讲那个陈插勋跟那个赖以任，全部都是因为他们坦诚犯罪，所以他们才会检方认为以坦诚犯罪，所以适当之刑，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减轻那这个其他3，那这光是这样看起来，你就完全很清楚。到目前为止，3个人包括我们的黄旅锦如现在就媒体报道已经是睡在马桶旁边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是很讲义气不够。你讲的那一段是最近是明显吗？明显讲的，明显讲说他觉得是要整黄旅吗？明显是这样讲的吗？他出来讲说，觉得可能疑似啦，我也不晓得，但我觉得这个其实不重要了，这个尽快的如果有机会出来，然后稍微就后续的司法程序来处理就好。不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觉得如果这整件事情真的只是黄旅锦如跟那个钟小平2个人的私人恩怨搞成这样子的话，其他的地方的事情会遍地烽火吗？那真的就台北而已。对你只有台北而已，怎么搞到遍地烽火？所以这个大妈死守式行仓库没有往上咬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往上咬，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一点也不容易然后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不理解国民党的恩怨怎么会是，千万不要怀疑黄旅锦如要那个消灭钟小平的决心，他为了要阻止钟小平可以出头，竟然可以把整个党这样弄整个台北市党部这样弄下去，我其实也蛮佩服的啦。因为慧珍姐讲，我想补一个资讯大家想象那2天的时间，2月6号跟2月7号，国民党抄的多抽残2天抄了疑似好不好？疑似根据检方的起诉书，2天抄了5211份。
这2天抄的状况这样，你也想象那个画面哦。现场吴沛憶的有8个志工砍成他们抄，另外呢比对笔迹有9位。目前还没查出就是不详的志工，所以现场你想象17个志工在那边抄吴沛憶的，那吴思瑶的呢8个承认他们抄的，另外比对笔迹有4位不详志工，就是不知道是谁，所以加起来也至少12位。你们怎么会觉得这样子消息不会出去？这10几个人，我跟你讲，因为沙猴的眼在天蝎座拱起来的时候，连他自己都害怕。他眼里只有钟小平，不可以让小平哥拔得头筹。不过台北市党部还比台南的够义气。台北市党部就黄立群说：“我决定的，我提议的，我们就这样抄。”台南市党部是说上级有人通知我们要限期交卷，所以比较起来的话，台北市党部的对国民党的忠诚度会比台南市党部高出很多。不，整个看起来，任俊是由北到南，每一次起诉书，大家就我只能佩服各位，好不好？我都以为律师看起诉书，那我们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要看这些，没想到所有的来宾们，大家都看得非常仔细，大家在里面就是找大秘宝的感觉，因为太好笑了。对，可是这整件事情，好，你说由南到北，对，你说南部呢，包括双霸节也已经不送件了嘛，说好啦，其实提早讲啦。就是比0啦，你不要再寄望剩下2席，一个是李坤城，一个是包括宜兰陈巨宇，对陈巨宇，那到24号，大家为什么要把时间一定要拖到最后一天呢？其实应该就是这个样了，只是国民党接下来怎么面临到，也许像博弈讲的单纯了，大家就全力反爸爸，那就是这样。可任俊，这个对国民党来讲，甚至有人讲严重的，到动摇党本吗？他会严重到这样吗？可是每个人都在这边找大秘宝，但我还是要让大家看起诉书。因为我记得在节目里面，包括上公了，他们所有人都讲，等到起诉书出来以后，潮水一退，那就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当然有一段我要讲，像赖以任跟这个，因为这几个，具体求刑嘛，刚才那黄立群是要求重刑，对，但是这2位被告陈查勋、赖圈任，请考量对于本案的参与程度，以及被告陈圈勋以坦诚犯行等情2处适当之刑，你单从这一段看，其实我看不出来赖以任有坦诚，要不然检方不会这样写。那至于他没有坦诚，跟坦诚的为什么都是摆在2处适当之刑？对啊，这件事情也是让大家会去推敲的，因为照理来说，如果你都没有坦诚，那我是不是要把它摆在上面？对啊，有可能就是，但是你单从这里来看，你看不出来，他特别把陈圈勋拿出来，可是任俊他的重点就是在对国民党来说，刚才张俊也讲，一个地方党部，这是台北党部哦，当描述说你们是在党部什么2楼、3楼，当人是刚才冠廷有讲到有这么多人，张俊也讲，那一定是比较核心的一些志工啦或者这些，这对国民党来讲，未来。要点兵点将打3阶，党部要不要帮忙？要嘛。那你接下来呢？那就委员大家就各自为政，大家就各自打了。这个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的代理主委戴习清啊，前2天有个新闻叫大家赶快缴那个10万块，10万块，对，每一个议员交10万块。这个缴了，接下来也不知道给谁用，因为也没什么人可以在党部里面了啊。就说这个起诉书，当然啦，确实因为大家现在读了非常多了哦。可是我其实觉得它其实暴露出更多奇怪的地方啊。就第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回忆到那一天，这个朱立伦带着一大堆人跑去北检前面哦，你看多少议员、多少国民党从政人物，然后对黄吕锦如歌功颂德，说他多国民党帮助多大，什么做了什么东西啊，大家都有这个印象嘛。结果黄吕为了要搞一个罢免，不跟这些议员联络，自己在1月中旬的时候找了4个年轻人说，我们来成立这个罢吴4骑士。你怎么想怎么怪。黄吕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可以运用，这个组织绵密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按照检方，因为检方很贴心啊，都还帮大家做了那个时序表啊。就是2月5号晚上9点钟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序里面，2月5号晚上9点钟的时候开始找大家来说我们把名册啊这些弄一弄。2月7号晚上大概7点钟的时候，名册就抄完了。2天的时间可以搞出几千份来，国民党组织动员能力不强吗？为什么在罢免的这件事情上，黄吕锦如把它视之为重要的事件？
这些议员大家都觉得黄旅哇对国民党很重要啦，黄旅当过民政处长啦，当过什么，他有办法这。你搞4个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人，然后说我们来搞罢免的这件事情，我到现在为止想不通。为什么你要跳过议员？这是我第一个不理解的。第二个不理解的是，你看哦，像罢免的这件事情，当然国民党一开始的时候是希望推动以罢制罢嘛，就以罢制罢的这件事情，希望透过去罢免绿营的人，拉动国民党反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嘛，这是原来的想法嘛，但是现在其实老实讲，刚刚你提到各个党部的发生的事情，事实上他推动罢免的这件事情，已经拖垮了反罢的士气了。也就是刚刚将军讲的那个叫做担忧嘛，因为他讲是如果你今天这样，你以后怎么这样，那个已经没有如果也没有以后了，因为它已经真实的发生了嘛。第二个你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是，今天如果按照起诉书的这个，我真的觉得国民党应该问一下黄旅啦，就黄旅如果真的出来。到底你跟钟小平之间的问题有大到只因为听到钟小平可能要去送，所以我就抢着赶快先去讲，这不是大家抢着去买彩券你去当领衔人，你去发动罢免，这是要负责任的钟小平多少是在那边，我们可以负责多少份，你讲出来，我们现在也检视你啊。后来钟小平出来讲说，那个里长谁怎样，我们大家也讲说你这个公共就是有实质的困难就说到底今天怎么会黄旅如果按照起诉书的写法就是起诉书的说法说黄旅之所以要赶着冲，只是因为钟小平，哇，那钟小平可能在黄旅的心中比民进党还可恶啊！就怎么会闹成这样？就是一个本来是罢免或者是反罢免，本来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举动，到了国民党这一次里面，尤其特别是台北市党部，变成是各怀鬼胎的家庭手工业啊！每个人就大家集合，黄旅警署还督军，我觉得检方那时候敢写督军，大概监视器有拿到了，因为那时候大概监视机主机有拿走了，那应该有还原或是怎么样，不然你怎么知道他在里面督军？就可能有人讲或什么的，但是讲黄旅可能不见得认嘛，所以我就说，但你到今天为止真的要回来检讨的话，国民党有很多东西必须要对社会交代。第一个是当天晚上到北检的那件事情。一堆人声好，你可以讲说你都不知道，可是因为到北检之后延伸出这426的那一天国民党那时候办的这个活动不是以黄旅遭到司法迫害为诉求吗？你还动员了群众。第三个再延伸出来还是那个活动结束完了，朱立伦还带了一堆人跑去那个警察局，就叫发贴纸，我是手模，大家都手模这样子然后去那边讲说我们没有啊，我们没有发动啊，这成为一个破天荒的闹剧今天国民党当然希望起诉之后所有东西都翻页嘛。台南党部的翻页方式就是谢龙介出来道歉嘛，对不对？赶快道歉啊！这个确实有违误嘛台北市党部这件事情可能没有这么容易，所以没有这么容易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国民党在台北的这个案子里面比台南荒谬多少倍啊！台南那个案子里面是说大家抄一份什么2块钱、3块钱，然后发个600块的红包，大家已经觉得很扯。结果按照刚刚冠廷所出示，因为那个也不是他自己编出来的检察官在所有的其实检察官现在都很聪明因为知道媒体的需求嘛，都先弄一个重点整理，你才会发现到原来整份的那个联署书居然都是在暗夜里面自己作业完的。然后国民党在那边以罢制罢，黄旅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出来讲说那2席在我手上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吧？还大喇喇的出来讲朱立伦还多次的讲说那2席立委是高度的指标，一定要把它给罢掉。黄旅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出来讲说那2席在我手上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吧？还大喇喇的出来讲朱立伦还多次的讲说那2席立委是高度的指标，一定要把它给罢掉。那到现在呢？今天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到截至到我们录影的这个时间为止，国民党没有任何的回应。任俊，会不会因为新闻很多？那大家常说在台湾，你知道那个新闻一天到晚的出来，然后很快就翻页，所以那个所谓的翻页，会不会一翻页，
那大家接下来就开始到每个地方一定都是上战陆战的嘛。譬如说今天在讲。今天在讲这个看板有多少，那边在讲布条有多少，这边说谁的看板压了我的看板，然后这边讲说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大家已经打到后面，会不会就把这个的冲击性把它降低？我不知道国民党现在打的主意是不是，反正你知道时间会不停，人会往下走嘛。那走了以后，大家就各自在地方上这样，就像讲说，对，这样当徐小青就告诉你说，万一要是台北这些委员被罢掉，那台北会少掉1兆的福利。大家跟你讲这个民众会讲那个1兆会不会比较重要？那这个反正那你们讨论完了就过去，会不会变这样？我觉得一码归一码，这个伤害可能不只是刚刚将军说要对国民党党员道歉啊，其实我觉得国民党的议员事实上受伤也很重。录影之前我打了电话给张思刚，因为在这之前不好打嘛，就不好跟人家联络嘛，而且不起诉，我就问他说到底过程怎么样，他也讲了啊，就因为起诉上面也写是1月27号中午12点的时候。赖以任去找了这个张思刚啊，我也问了张思刚，我说到底你那个名册给了谁？那他的讲法是说呢，赖以任是主动去找他，去找了他，然后呢，他就是说手上有这个名册给了赖以任。不过张思刚的讲法是说，他当时是应该是有跟赖以任说，这个名册你看你们可以拿去参考，你们可以去联系可以去寄文宣或是怎样，因为毕竟这些人过去曾经可能对于这个吴思瑶是有不满。OK， 但是按照检察官的调查是12点多，赖以任跑去台北市议会找了张思刚，2点多的时候就把这些名册拿去给了黄旅了，就已经拿去给了黄旅了。所以这黄旅成为一个主导的这件事情，第一个是看起来检察官认为是个事实，可是我刚讲议员是受伤的，你说张世刚在这件事情是不会受到伤害吗？未来他要参加选举什么呢？你说他的竞争对手不会拿这个出来攻，即使他是不起诉 ，OK， 更遑论其他的台北市议员。所以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办法说我打其他的这个诉求？说什么？国民党现在所有的各个地方的讲法都一样啊，就是他们为地方争取钱。侯友宜还跟那个洪孟凯道歉，你知道吗？侯友宜的说法是说，洪孟凯在那个财划法帮新北市争取了300-400亿啊，怎么弄到最后他反而要被罢免，所以对他紧拍谁？可是我就讲，您刚刚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反罢免的这件事情，其实在文字上很有趣啦因为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那个叫做你赞成罢免的是36%。不赞成罢免的是58%，对。可是你知道吗？不赞成罢免跟反罢免是2个层次的问题。对。不赞成罢免的代表是你罢蓝跟罢绿没有我都不支持啦，所以我根本不愿意表达意见。可是这一些跟反罢免基本上是有个动能在的，就是我今天要有一个反制的措施，我是要出来是跟你抵抗的。请问你反罢免的这件事情？跟不支持罢免有画上等号吗？其实没有在你没有这个过程当中，你本来愿意反罢免的人，会不会因为受到这些司法案件的冲击，他对于民进党可能有仇恨，可能有不满，可能有觉得我支持党，可是当他发现到我今天支持的党居然变成是这样，如果那一些反罢免的人，他的内心其实是有一点点受到伤害的时候，他接下来会不会在对于国民党办的这些活动，或者他所诉求还愿意再拿去，会不会把这些东西更限缩到了把反罢？我还是强调，反罢免基本上是针对罢免有一个反制行为的那个。我觉得对国民党来讲，现在的压力才刚开始啊。但范老师，如果你从南到北看到这些，当然有人在这里面讲说没有更夸张，没有最夸张，只有更夸张，一步一步看。高雄双霸节呢，已经不送件了嘛？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故意要凸显什么事情，反正就是不送件就算了。那个志工，现在大家都觉得各自很重要嘛，要烧毁，要不然你就烧，要不然就是碎纸机或什么。他在你面前撕给你看，然后跟黄杰说：“好啊好，你觉得不要这样的话，那你就送碎纸机来啊，或什么。”就我不知道他是要凸显哪一块，但是这些就会让大家觉得从南到北。就国民党可不可以也跟这些职工讲，好，要碎纸机我给你吧，因为你除非讲说他是要刻意去凸显什么，要不然的话没有道理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这样一个方式对国民党也不会，虽然他是霸团，但是对国民党也不会有好处嘛。所以从南到北这些对国民党来讲呢，一次一次都是一个伤害啊。我今天代表各电视台的政论节目啊，这个严正的呼吁各地检署啊。
以后这个起诉书公布不要挑下午3点半，因为搞得很多节目做不下去。忽然接到起诉书，大家都兵荒马乱啊！真的很赶快立刻改这个讨论的议题嘛。而且你说起诉书这么多页，对，你要大家一下子把它全部我就讲，那我们律师是反正每天都要干这些。你虽然我凭良讲，我们的来宾已经算专业了，已经看了这么多份了，但你要一下子把它全部消化掉。还不是这么容易。对啊，我上厕所还一边看呢，我都知道把握时间啊，对不对？北检查一下，发现老师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敢回嘴哈？我是呼吁啊，非常这个态度低下的呼吁啊！另外还有第二个请求啦，请求，就是因为现在有国民党有8个地检署在侦办嘛，2个已经公布起诉书了嘛，台南跟台北嘛，对，还有6个哈啊，请各地检署行行好，1个礼拜轮流公布一件。不要1个礼拜两个起诉书出来，我们难以去处理啊，太多了嘛。1个礼拜一件，讨论完，我觉得刚好已经达到7月26号了，对，3阶投票，对，差不多了。每个礼拜有个议题就够了，也太多案件我们看不完无法消化了哈。所以我希望各地检署帮忙替我们这轮节目留一个活口，好吧？要不然我们很难过了哈。那再来就是说，其实从这个里面看出很多蛛丝马迹了。第一个就是，竟然有这么高的错误率，96呀！我们看到这个是吴思瑶是96，吴佩仪也将近94哦，94这么高，哎呦，真的不晓得讲，你去跟那个霸团哦，他们最近做的都不用再补件呢。我觉得俨然是2个对比呀。我觉得我们的民间霸团是像台积电的晶片半导体做的非常的良率非常高啊。那国民党像什么？国民党像那个中国一个紫光集团嘛，他也做半导体啊。当初他那个董事长叫什么？赵伟国，2015年来台湾还发下豪语，我要买下台积电。结果不但买不下，现在赵伟国已经被判死缓了。那紫光集团现在跟台积电不能比啊。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就是像中国的紫光嘛，你还想要霸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立委，结果全部挂蛋。结果自己呢还有31个这个国民党立委现在已经通过2阶了。那从这么高的这种抄袭来看。国民党不亏为4个字叫 KK 园区啊，我觉得钟小平就是鲶鱼让这个黄旅锦如急得不得了，赶快快马加鞭然后来这个联署但是可不幸的是，他这个鲶鱼造成秋刀鱼几乎沙丁鱼几乎全部死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是这样，没有让他们存活嘛，反而造成一滩的这个死水嘛，所以我是真的觉得说，今天有一个人最开心，就是李孝亮的妈妈，对不对？李孝亮今天这个不起诉，不起诉嘛，全身而退嘛，那当初也是虚惊一场嘛，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赖以任他一直想要从政想要代表国民党参选这个市议员，但我看他如果被起诉的话，我看大概几率不高，以目前来看，那也看起来他对这个政治的投入，他非常有这个企图心，但是呢，可能就是因为急着想要获得。黄旅举如对他的青睐或者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在这个2月5号、6号2天进行大规模的这个联署。但是我真的觉得，国民党的这个年轻人不走正道，他也才30出头嘛，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他怎么连那个基本的判断能力都没有？你看这些霸团的这个志工也都是20-30岁，都很年轻，他们懂得一张一张的去做联署。就是你国民党这个年轻人，你说之前怎么台南市党部看起来的被收押的人都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党工，他们可能真的没有法律意识，也没有法律的知识。你赖以任你是这个北大法律系博士你大学是念法律的嘛，你应该知道这样做是不应该的嘛。是谁给你这个底气，然后在那边狂抄猛抄，然后毫无悔意，还要出来抗争，还要带着绿色的胶带说你是被这个民进党晋升，然后感觉你是被政治迫害。我是觉得国民党如果年轻世代跟他们这个老的一代都是这样造脚的话，这个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接下来每个礼拜都有新的案件出来，这对大家看到国民党这样的荒腔走板，大家就觉得这个党到底怎么运作下去？因为整个的大罢免是完全没有战略的。我们说你国民党，包含你刚刚讲过翁小这个起诉书有讲嘛，因为翁小玲提高了这个罢免的门槛，结果黄旅他们就急着要赶快罢免。那我觉得就是整个国民党的这个党部，包括你们在提这个案子的时候，跟整个这个你们本来要进行的民进党立委的罢免，应该是一个整体的战略考量，就完全没有。这个翁小玲去提了这个案子要提高罢免门槛，
结果呢，怎么台北市党部黄旅赶快啊要做，为了要这个避免这个限制，我们要赶快的加紧来提这个罢免联署，有2个步调完全不同嘛。范老师，你要讲到这里的话，那还有前面一段，如果当初立法院3读通过了这一法，如果当时就直接送了总统府，那很快就生效以后，罢团的很多案子送进去也来不及。所以今天国民党那31席。也不会碰到这个状况。当时也不懂是为什么，国民党过了以后，然后就摆在那个地方，也不送总统府，然后不送以后就让他拖到最后人家罢团都送了，然后接下来国民党就急了，然后才会面临到因为2月18生效嘛，然后才会出现这一段。就整个过程，如果像范老师您刚刚讲，打仗总有战略嘛，战略再来是战术，你完全看不出来。这点博弈一定不会反对，完全看不出来国民党从1阶2阶或甚或整体要罢人要反罢。到底战略在哪，战术在哪，是不是？对，这国民党应该也会承认，要承认这些，要不然怎么可能会到中华民国最大在野党立法院第1大政党要罢人家一个罢不掉，然后后面一堆，不要讲全军覆没了，后面死伤一堆，然后接下来就自己31个人面临到这，像话吗？这你觉得很荒谬吗？这台北市党部在哪里？我是不知道了，在什么地方？八德路还是八德路？也在八德路啊，也在中央党部啊。你说台北市党部对，不是，还在中山区那边。中山区嘛，对。从中山区的台北市党部跟八德路的中央党部，跟青岛东路的立法院，这3角有很远吗？大家凑在中间，也泡这个咖啡厅集合嘛，把我们的整体的规划。那国民党还有智库养过去养了很多学者专家，为什么不能针对这个议题？这个议题，大家好好来做个沙盘推演。OK， 立法院有他的工作，有这样，然后跟这个台北市党部跟中央党部，大家互相能够这个互相讨论一下。这不难吧？也不是屏东县党部，是比较远一点，就台北市党部那么近，所以我就搞不懂。国民党这么大的机器，后来我才发觉，国民党这么多人被起诉，国民党还不少志工还不少党工那为什么大家都不能够针对这个问题好好的来做讨论呢？那你还有什么？你国民党也有政策会啊，你政策会在干什么呢？所以我真的觉得整个的这个100年大党荒腔走板在这个地步，我觉得这才是让我看到一个党的危机。所以我真的觉得整个的这个100年大党荒腔走板在这个地步，我觉得这才是让我看到一个党的危机。竟然可以这样的横向联系，几乎是0然后搞到现在有这么多的党工啊，我们看到像20个党工被收押。OK， 好，那我当然希望黄旅今天如果说没有什么逃亡串供之余，对，因为起诉了，就已经起诉了嘛。我刚才就放他出来，他年事已高嘛，不要一直就说睡在这个马桶旁边也是不大好。来，会这样补什么？对，我觉得其实刚刚就是仁俊哥还有讲到一个，他说反罢免跟不赞成是2个不同意义，没错，而且它不仅是2个不同意义哦，我觉得它会变成一个怎么样？一个是第3阶段，一个第4阶段。就是说，现在如果你这个司法战遍地烽火，真的这样一路弄下去的话，我觉得它会让一些可能原本是本来就不支持绿的人，但他也不会想要站出来来投下反罢免票，所以他就会造成被罢免的蓝委可能会蛮多的。但是因为这个不赞成罢免这件事超过还是有快60%，但是如果好，假设我们现在是11席的蓝委被罢掉了，那你说要补选11席的这个席次的话，你觉得有可能都是绿的拿到吗？当然。对，很难，不仅是很难，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这个逼近60%的不赞成罢免的人，其实他们就会出来。那他们就会出来，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他的投出来的结果不一定是会如就是支持对罢团所预期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整件事情最吊诡的地方。刚刚也是在看那个完整起诉书了，因为这个都在录影中，有几个资讯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你们想象一下，2月6号跟2月7号的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发生什么事？根据起诉书的内容是，2月6号的早上9点开始，赖以任这一组跟一堆志工在这边抄到2月7号继续抄嘛，2天嘛。就2月6号的下午李孝亮这一组到同一个党部去领一叠已经抄完的林总，所以2个案同时在党部发生，这个我想象那个画面就觉得非常荒谬。第二个其实李孝亮本来的人物设定是一个认真
的年轻人，对不对？但我后来发现起诉书有一段哦，讲出了他会没事的关键。就是有那个证人吼，这个刘冠莹去讲说，因为呢，他虽然整天李孝亮都在场，但因为没有帮忙整理造册，都跟同案的被告另外一位林圈在1楼抽烟聊天，所以跟他无关。所以这证明什么事？就是李孝练抽烟打混，让他没事。起诉书写的，不是我讲的，他都在那边抽烟打混，所以抽烟打混救了他。第3点我在意的是国民党说谎成性啊。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张延廷资格不符之后所以刘冠莹发现，然后所以他们才有了黄旅后面的事情。当时张延廷被发现资格不符当领衔人之后，国民党怎么跟大家说的？国民党跟大家说，抱歉让吴沛忆失望了，我们有 A、B 2队。A 队有问题，我们现在有 B 队，这不对啊！根据起诉书，这 B 队就是黄旅锦如的鬼超队啊。所以这就你们以后讲话怎么让人民相信呢？就他们当时的态度是没有，我们有另外一组在认真，正在联署中，结果发现根本不是嘛。你就是在党部刚才讲2月6号、2月7号抄的，这是刚刚发现的讯息。而且我发现很有趣这个就是你看哦。黄旅锦如当下，也就2月5号的时候，向这个刘思颖啊、林圈还有赖以任及满志刚等人承诺，提议人名册由国民党台北市党部负责，然后其等亦明白黄旅锦如的意思，而达成以抄写方式换句话说，这4个人全部都咬出就是黄旅锦如，因为检方在起诉书上是写说黄旅锦如到目前为止避重就轻，还不愿意认罪。各位有机会可以来我们事务所认罪，好不好？大家看起诉都看得很认真，可是对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不管你是支持哪一个阵营，对于这件事情，凡事总是有一个，应该这样说，总是有一个公道。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那这整件事情，当起诉书出来以后，当然起诉书出来不代表就是定论。那只是检方在调查的过程，检方公布了这个，但是对很多的观众朋友来讲的话，大概你都会觉得检方应该也不太至于去莫名其妙写了一些什么，他总是要问很多啦或者这些。那接下来呢？好，你说起诉了去打官司，但是这些对于接下来第3阶这个整个罢免过程会有什么一些影响？你换一个角度来看，当3阶罢免已经在每一个街头上如火如荼开战的时候，这些都算空战的一环。他对这里面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好，来博弈3阶，我们看到很多好，包括你说最近大家现在都在调查那个看板，尤其上台北，可能面临被罢免的委员看板有多少，罢团有多少？但除了这个以外，你说譬如像小新跟那个罢团之间，罢团就讲说，为什么把我们的看板给盖住？然后萧远伟也有讲说，没有啊，他有跟什么厂，这些都已经是地方，你可以想象得出来，每一个地方已经达到犬牙交错了。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对国民党来讲，这是对你们有利的战场了吗？我老实说啦，我觉得现在打到现在，国民党状况，我觉得真的是腹背受敌。就是外面有你说罢团的一直不停进攻，但内部一直出现了你说不管是起诉书的内容，或者是一些不好看的状况，我觉得在第一线的国民党的蓝营立委真的是蛮辛苦的。但是很多事情我们还是根据真实的情况，我觉得让民众能够了解，这非常重要。先讲这个看板事件好了。我觉得罢团他真的是可能没有参与过选举，所以真的是经验不好。我想在座很多都选过选举了，应该或多或少都有碰到看板的问题。就说这个到底看板是上到别人的地方去，或者被他投诉什么？我想或多或少都碰到。我们碰到看板第一时间的反应会是什么？当我碰到的时候，我会先去联系屋主。我不会，我除了联系我的广告商之外，我一定会去问屋主。到底这个你是要给谁挂，或者是你同不同意我挂？因为他才是所有权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很明显的，这一次罢团的状况是，他有联系了他们的广告公司，但是可能不清楚或者不熟悉，他没有去问这个屋主到底最后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在他得到了一些讯息的时候，他一开始的反应是，可能是有些隐喻或者是暗示，巧心委员是不是明明知道？但是却没有阻止这个事情，是用一些故意的方式来遮住他的看板。但后来，那根据双方的广告公司出来的一些说明的一些澄清的稿，就我觉得是罢团当然是被打脸了。左边先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罢团跟他们合作的广告公司，已经讲非常清楚了。他讲什么？他讲说他们的公司对
在今年的5月25号有联络屋主是否可以承租此面广告位置后，就没有再与屋主进行后续确认签约合同，没有再跟屋主确认了。这边是巧新这方的所谓的广告公司，它上面写的非常清楚。他说他们在114年6月5号的时候有与屋主签约，所以他们才是有取得屋主同意得以挂设广告的合法使用权人。这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所谓的看板大战之上，很明确的，巧新这边才是有真实的拿到屋主的同意，并且可以合法施挂的那一方，这毫无疑问。但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绿营说不定可以跟这个霸团沟通一下，因为他们可能真的没有经验。这事情发生完之后，霸团在这个就是铲除黑心的脸书上面有 po 了一些文章出来，它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啊，他讲到重点说，他们提到了所谓的户外广告看板挂的正式程序。他觉得巧新明明就知道正式程序应该是挂了再拆，但巧新却不讲，所以才会造成后续很多的一些问题跟误解。这边我要跟霸团来讲一下。不拆是正常的，大家都知道广告看板放上去跟拆下来是都要钱的，它不是说我放上去要钱，拆下来不用钱。只是我们做广告的时候，如果是跟同一家公司，我们会直接都签好，就是上去跟下来总共一个 package 多少钱，你一次算好，对不对？如果中间有碰到台风什么情况，要另外再加钱，这都确定的。但现在巧新的广告公司跟霸团的广告公司不是同一家公司，也就是对于巧新的广告公司而言，他到现场去看到上面有别人的海报，他直觉第一个是他不会去帮你拆下来，第一个他付这个钱干嘛？拆是要钱的，他不会付这个钱。再第二个，他如果把你拆掉了，后续会有争议啊，如果损毁或什么问题的话，他还会被告啊，所以他一定会把旧的广告放在上面，然后把它这个叠上去，对，一定会这样做。因为有问题，我们后续再处理，我们不会去直接把它撕下来。所以在巧新他们公司这边讲得非常清楚啊。好，在这个公司，他说他是被委托的，他没有办法联系到就是霸团的该厂商，所以他没有进行拆除的动作。所以在这整个情况之中，才会造成了所谓的原来看到的是所谓霸团的广告，后来巧新广告覆盖上去。但是以目前我所了解到的新闻，霸团包括应该说霸团委托的这家广告公司，从头到尾就没有得到屋主的同意。OK， 他原来是根本不能够放上去的，只是在发生问题完之后，霸团可能是相信了他的广告公司，所以造成了误解，以为他真的签了这合约。当然，问题我觉得是出在他的广告公司，他自己广告公司也直接讲白了，是他自己的出错。但整个过程当中被影射到好像是巧新有参与这个事件，我觉得就非常的不公平了。OK， 来问你，我尊重博弈的看法哦，但是跟我的认知我觉得差异极大。我们大家在现场很多人都选过举，我们看板常常台北市比较多是要钱的，然后有很多是民众捐的都有，我的选区也一样，桃园也一样。我们有没有遇过哪一种？无论是屋主提供还是花钱买的，我们到现场之后，明明是要给卓冠廷的，怎么渝北城挂在上面？一定都有遇过。来，这个情形就是这样。当我到了现场去，我看到了有另外一面看板在上面，而我是徐巧芯委托的广告公司或工程单位或服务处都好，我会唯一做的一件事情是跟本来这一间看板联络说，你去把它撤掉，我再挂上去。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看到一个民意代表，当你发现跟别人同一个版位看板有冲突，我直接把它挂上去。为什么？你挂上去，如果损害到别人的帆布，毁损罪，对方可以告。五个大律师，不会有人把别人的看板挂上去。这个以我的认知，这叫阿爸，任何人都不会干这种事情。他唯一会做的事情是上面这个单位是谁？罢免徐巧芯，同意罢免，那一定是霸团。霸团有很难联络吗？一定联络。不对啊，我有广告公司的合约啊，你们的合约在哪里？这就跟一个机位被 overbooking 了一模一样的状况。那后来，现在博弈刚才秀出了这个合约，什么一回事？各有各的讲法。刚才博弈讲的，卖给霸团的那一个广告公司，这个他认为说，巧芯很无辜，罢免团体也不好意思疏失，一直广告公司单嘛。但他第二段写的跟我选举也自己选，那也辅选过，我的认知也有极大差距。台湾有哪一间广告公司会？我去跟屋主联络完了之后，5月联络完，6月卖给买家，结果我完全没去跟屋主联络，让你去把它挂上去，不可能，不可能嘛？因为那个看板要量，
要量大小，你一定要经过屋主的同意，你才有办法去量大小。没错，他去跟屋主问过完之后，他没有跟屋主后续的签约啊，他只是说，对他的讲法，这个是霸团的广告公司自己的讲法。对，好，我回来讲，这不是巧心的，这是霸团的。我有把我的推论讲完。那既然连霸团，你想哦，霸团的这一个广告公司都讲说啊，那一直他的错误嘛，他担嘛。我们回来看徐小新的广告公司怎么讲。徐小新广告公司当然就把霸团骂一顿嘛，然后说我有合约嘛，然后呢最后讲说我把它盖上去是因为我跟屋主联络过，我盖上去的嘛。这两件事情联合起来加第一件事情，我只有一个结论啊，大家都很怕徐小新。徐小新很阿爸，很阿爸，真的很阿爸，真的很阿爸，没有真的很阿爸。我跟你讲哦，今天就算是我的看板我已经租到了，我在现场我看到有人在那边，我怎么可能自己去把它盖掉？这是多么没有礼貌的行为！我跟你讲哦，今天就算是我的看板我已经租到了，我在现场我看到有人在那边。我怎么可能自己去把它盖掉？这是多么没有礼貌的行为！博弈，我认真问，今天你同选区大安文山，如果有你的看板，然后去现场看到有另外一个议员同事的，你会直接盖上去吗？不可能的。来，我现在主要看到这个看板哦，还有2个窗户哦，这要量得很精准哦。这个不是说我目视啊，反正就大概这么大，我就挂上去，弄不好这2个窗户打不开哦。然后下面呢，它也有广告出租。那这个本来徐小新的看板是不是应该就是说会不会是应该要放在下面这一块？他那边有写广告出租，不晓得了，现在不晓得啊。那我觉得就说，当这个徐小新的这个他的广告公司到了现场说，怎么有一个看板的时候，他应该问徐小新嘛，说我们要不要挂？那徐小新电话那边已经说挂，把它盖住。否则我不认为广告公司会敢做这件事情。哪一个广告公司敢这么短猪短对去盖掉其他人的看板？我跟你讲个重点，那看板麻烦看，不，老师帮我举一下。老师抱歉，抱歉。来，这个是罢免徐小新，对，这个是徐小新自己要挺他自己的看板，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叫违法，这没有什么好讲，他没有合约啊，他不要讲那个什么阿不阿吧，他没有合约啊，大哥，这个东西屋主是可以告他的啊，所以为什么广告公司会直接出来讲他自己疏失啊？他5月份没有说跟屋主联系完了，但没有跟屋主讲他要租啊，这2个不同的事情，所以是广告公司，我来猜，应该广告公司跟霸团讲可以上了，但内部还没有做好签约的动作，所以上去了，巧心的合约时间到了。他挂看板，车都来了，挂上去发现有东西，那怎么办？如果拆了才有损毁，不拆没有损毁。大家去看一下，我这就被挂过，因为我之前挂上去有一天我看到，怎么换人了？后来我们才协调一下，原来是屋主当时有些状况，所以我跟你说，当我们碰到看板的时候，第一个动作，除了跟我们的广告公司联系之外，我一定会跟屋主联系一下，到底因为他还是所有权人嘛，他的看法才是最终的决定。而现在的东西，我们回到最原始的状况。我不管他下面这块有没有出租2回事情啦，这块叫违法的好不好？违法，没有合约偷挂，现在是屋主不是告他而已。广告公司出来都已经出来道歉了，如果还要说徐小新阿爸，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太过头了。霸团真的很阿爸，这有什么好阿爸的？你违规挂我还要请问一下，你违规挂了我还要怎么办？我怎么办？不好意思啊，你违规，所以等你再去放上面，不告你都给你面子了，拜托这样。所以我说。霸团，我相信他绝对有跟广告公司做联系，所以广告公司才会自己出来扛这个事情嘛。如果他没有错，徐小新再要把那个逼他出来道歉吗？不会有这事情呢。我补充一点哦，为什么要挂看板？让人家知道说希望出来投不同意票，然后多认同我一点。挂看板出来是要降低仇恨值。那么罢免团体挂上去是为了什么？增加仇恨值，罢掉他。那请问徐小新这么一做？是降低了仇恨值还是增加了仇恨值？我不用讲答案，大家自己猜。法律的问题或者是厂商之间的问题，刚才博弈讲得很清楚了。重点，这是一件政治问题，这是政治选举哦。徐小新如果知道上面挂的，像我们自己选举，我们选区27个人选，那我的看板大概是全选区挂最少的。我好不容易有一块，那老板说这让你挂，我一去看，哇，上面有一块是4年前选举的。4年前某个人选举挂的，我都还打电话去问他，我说，我说先生不好意思，
你还要用吗？我可以帮你拆掉。你今年还要选？不，我才帮他拆掉，拆掉还帮他的东西，我说要送到你家去，还是我帮你保管？电话录音为证。为什么？要选举的人，不管你是面临罢免还是面临投票，降低仇恨值跟厌恶值很重要。所以你一定做得周周到道。那我说像徐小青遇到这个状况，你认为这个广告公司会不会先打电话跟徐小青讲，或者跟徐小青的办公室的主任讲？上面有一块罢免的，现在怎么办？那这就是政治人物的政治智慧了。你在台北市，你有这么多块看板，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盖掉，我出的钱，他们在乱搞，盖掉，心头很快，哇，好爽，终于把它盖掉1块了，这样赢了吗？这样子赢了吗？另外方式就是，那这块不要挂，我们换个地方。所以这整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来，光在台北市。已经打巷战、打肉搏战，已经打到是这样的一个地步。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你要如果把整体上来看的话，因为今天是16号，礼拜1，任俊，礼拜3是总统府约大家来，不管有人讲说那叫那是叫国安简报，有人讲那叫工商国事会议，那反正每一边讲的不一样。那重点是赖总统要不要全程参与，然后大家不能被看小，所有这些。可是这时候国民党到底什么样的态度？因为国民党有出来讲一段，前2天媒体上有报道说，包括曹英成包括沈伯洋是不是有去跟赖总统会面？那沈伯洋出来讲说，那就让赖总统知道一下，就大概什么罢免的进度啊，类似这些。然后国民党就出来讲说，你看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前面说要叫大家来什么国事会议，然后接下来去跟人家谈这些，那这样礼拜3到底要怎么开啊？不过我老实讲，我觉得这2件事情，白银是什么状况还不清楚。对，因为白银的意思就是说，要就是要有对话的空间嘛。他说没有，黄国昌倒没有说要全程直播，他的讲法，但反而变成就是说，他觉得有些机密的东西是可以不用直播。当然，但是他其实有点 care 的意思是说，你到最后能够讨论的时间大概只剩30分钟。那这个30分钟的时间里面，因为他讲大概3个小时嘛，那其中有这个国安简报的部分那你又不能公开，那最后前后扣只剩最后的30分钟，那他觉得就是说，那一人10分钟，那到底要谈些什么？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这件事，我先回答您刚刚的那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罢免跟所谓的国安简报没有冲突啦，因为罢免罢的是单席的立委。虽然我们现在加起来31席那待会会有几席，但是它是针对一席一席的立委来处理。但是国安简报针对的是政党的领袖就是说你今天是一个这个政党的负责人嘛，那我是针对你这个政党，所以2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硬要把它凑成就是说你看一面又要罢免我，一面又要这样，他也不是毁掉你这个政党。蓝营的有很多委员出来讲，你会直接听得出那个味道，就讲那叫鸿门宴。就蓝营现在要塑造当爱国者行动。是上个礼拜朱立伦主席在中常会拟定好的爱国者行动，是爱国者行动，就是你们所有的人，大家要同仇敌忾，对面那个就叫做不管叫霸团、叫民进党、叫赖清德，就是要把他们摆在对面。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去主席跟他的主席，大家一起手牵手聊一聊这些，蓝营有很多人觉得说，你就是想要弱化我们的那个同仇敌忾这样的一个心情，他们是这样有很多人这样解读的。我这样解读没错吧？蓝营有很多人是这样看嘛，对不对？所以才会有那个什么人前手牵手，背后下毒手那个词啊。问题是蓝委的这些说法是说给赖清德听的，还是说给朱立伦听的？因为看起来朱立伦是蛮正面的啊，朱立伦没有觉得不要去啊，他觉得应该要去啊。所以蓝委的那个说法说，不知道你要谈什么，他没有找你蓝委去谈啊。就这个会里面没有蓝委的角色啊。他邀的是国民党的党主席叫朱立伦，而且朱立伦其实他没有，我觉得他没有特别负面啦，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其实是回到了第2个层次了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会面其实定调是由总统府，然后透过国安相关单位找了在野党，然后一起来了解国家目前的情势。可是对于在野党来讲，他们想要的不是总统对2个在野党的党主席，看起来他们想要做的是政党对政党的对话。OK， 也就是你不要赖清德用一个总统的身份你是民进党党主席，我是国民党党主席，我们3个一样大。现在症结其实这一个，那现在问题就回来了，就是说
如果就国安简报的这件事，我知道蓝委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内心的小宇宙啊。就说你今天来跟我谈国安，跟我讲国安，你会讲什么？内容大概猜得出来。第一个，哇，现在国际局势啦，这样很大一块，大概就是两岸。那两岸会谈什么呢？会不会谈两岸和平？会不会谈什么？他们不认为，他们认为一定会谈说，哇，中国最近对我们文攻武吓做了很多的动作，所以中国对我们是极度具有威胁性的。好，那先卡到这边了。接下来，如果在野党说我要再去跟中国谈什么，或者要去跟中国有什么交流或者什么，会不会被扣了一个政治性的帽子？说我都已经告诉你了，现在局势这么的紧张，你还要去那里搞？那你是怎样？你是置台湾于不顾吗？好，来博弈，我们把大架构先讲。国民党大部分的声音认为要不要去？因为鸿门宴3个字不是我说的，是媒体上面讲，是国民党的委员，有很多人认为是鸿门宴，所以真的里面有很多人是这样讲吗？我老讲这个，我觉得蛮分歧的啦。就说到现在，党内到底觉得，就是朱主席到底该不该去参加这个会议，想法不一样。但是参不参加想法不一样，有几个共识目前是有的啦。什么共识？这个共识就是至少希望用平等的态度来参加这个所谓的会议，很重要嘛。就是说，你到底是用赖主席还是用赖总统的名义来邀请？到底是简报还是主席之间做实质的沟通讨论？这是有差距的啦。因为讲难听一点，到现在。赖清德总统会不会亲自出席？好像都还不确定呢。确定会有，我等下补充。确定会 OK。那确定会完之后，他这个是单纯的报告给在野党的主席听，还是说会有议题讨论出来，跟在野党包括了不管是蓝白的主席互相做沟通、交换的意见？我觉得这个差距非常大。你们会希望在里面要讨论到罢免这件事吗？我觉得不用啦，这个老实讲，这跟国安会议跟无关啦。谈得自己尴尬。对啊，这个有什么好谈的？赖清德律师说是民团支持的啊，对啊，这个没什么好谈。既然会议是国安会议，就谈国安就好了。但这个状况会让在野党的人觉得说，是不是一个尊重的态度？我觉得非常重要。毕竟赖清德总统到现在就职超过1年了，都还没有跟在野党的主席有过真的直接的会面的讨论。这一次我觉得绝对是个机会，只要态度尊重拿出来，让在野党跟执政党是用平等的角度跟地位来沟通的话，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应该去啊。曹英成跟赖清德总统有碰过面，这对你们来说会是很大一个刺激吗？其实也没什么好刺激的啊，这个碰过面应该也蛮正常的吧？这有什么觉得好奇怪的呢？没有人出来否认是事实嘛，所以。一定是事实，因为沈国阳有出来说，都讲了嘛，对他只是去报告一个过程。以曹新成董事长之前这么的积极的来协助罢免的情况之下，他的态度甚至比赖清德总统还要更积极。所以他们如果就算有会面讲了什么，说实话，我真的已经不会去 care 这个问题了。尤其都已经到现在了，国民党说联署啊，状况这么差了，接下来要面对3阶了，你说曹新成跟赖清德有没有见面？有差吗？没有差距啊，只是。到底这个大罢免是民团来主导，还是民进党来主导？那我觉得就每个人自己心里有一把尺了。我觉得这个都不要去争论。来，跟你。这是中华民国史上首次我们的总统以3军统帅的身份，针对国安情势专案简报，对主要在野党来做。谈4件事：国防、外交、两岸、国安这4件事。那当时这个讯息一出来，就是由潘孟安秘书长，然后跟2个政党，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秘书长联系，之后我们看到很多新闻，包含说那赖清德会不会全程参加啊？有没有可以直播等等？总统府刚才也对外讲很清楚了，因为这个案子要报告的内容不适合直播，但是赖总统为了显示诚意，会全程参与。我跟大家报告，礼拜3的安排4个报告，流程如下：8点50分的时候。告知整个会议流程，8点58分大礼堂就座，9点总统会抵达大礼堂，9点01分总统会做简报跟那个简短的不是简报，简短安排的那个欢迎贵宾的致辞，9点02分简报开始。9点01分，总统会做简报跟那个简短的不是简报，简短安排的那个欢迎贵宾的致辞。9点02分简报开始，分4个重点做简报。第一个简报对中国军事扩张跟国军的应处，由国防部来报告。
让大家知道中共现在对我们的国防的状况，我们国防部如何因应。我光是简报1，你觉得适合直播吗？我相信大家心里有谱。第二个报告2，全球局势挑战跟我国的外交战略由外交部来进行简报。第3个报告，当前中国情势与对岸关系的挑战由陆委会报告。第4个报告，中国混合战的威胁跟国际因应由国安局来报告。在10点48分的时候进行综合讨论，11点45分的时候总统做结语，11点55分的时候会有一个合影，12点会议结束。为了不要让在野党觉得说不知道在做什么，总统府刚刚把连时间、简报内容、谈什么、什么部会来报告，总统会不会全程参与，全部都摊开。我要回来强调，总统这一次的这个行程是以3军统帅的身份邀请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来。为什么要听这4个？因为国际现在面对的局势跟中国的威胁，有必要让在野党的主席们知道。那我觉得这个时间我去谈什么黄国昌的一些话了什么，我们就 low 掉了。就是我觉得这个身为一个主要在野党，我是建议啦，来然后了解一下我们现在的国安外交，中国对我们的威胁跟国军怎么因应，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除了这件，因为马上就到了礼拜3嘛，那在礼拜3这个时候，它未来对整体国内朝野之间的氛围会不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慧珍，除了这个以外，研会这件事，对，因为在上礼拜是白银提的，对，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讨论起来，每个人都在讲蓝营，明明是白银提，但是大家都在讲蓝营，我就讲，因为延到8月31，8月31再来呢，因为9月会期又开始了，直接开下去，就一路就这样下去了吗？可是为什么白银提这？白银在这时候提，你觉得那个整体？当然黄昌主席有讲啊，他们讲有一些很重要的法案啊，有一些什么什么这些。但是毕竟他刚好碰到整个大罢免的这段期间，当然也碰到了一些绿营就很多委员直接把那个什么司法保护伞什么全部都拿出来讲，所以这整体对未来这个大罢免，你觉得会有什么影响？其实第一件事情是为什么赖总统要举行这样子的一个跨党的一个会议国安汇报非常重要，因为现在以色列跟伊朗在打仗，而且现在看起来情况是以色列有正式希望美国这边可以出兵协助。那川普最新的一个说法是有关于6月13还6月14的那个空袭事件，以色列空袭那个伊朗的事件，美国完全没有介入。然后说，如果伊朗借此要来攻击美国的话，美国绝对会是全力打回去。然后第二件事情，至于以色列要求不是要求啦，就是希望美国可以出兵协助这个部分，他说他目前为止没有答应。就是说，现在的整个国际局势是这样。那如果我印象没错的话，赖总统他想要召开这个国安汇报的话，好像也是上个礼拜3还礼拜4左右，也就是伊朗上礼拜4，因为上个礼拜3朱一伦宣布爱国者行动，然后礼拜4的时候，那就传出消息，总统府要邀请2个主要在野党，因为个别打电话礼拜4。那好像是以色列已经攻击了伊朗吧？如果520他就有讲会有对，那个时候只是在这个时候是礼拜4。对，那个伊朗攻击以色列应该是在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礼拜4那天下午晚上，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候，那天我有问那个周伟航老师，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说中东危险，对不对？不是，在这个节骨眼，美国要大使馆要撤，要撤大使馆，那是礼拜4讨论的。所以等于是对，所以我就觉得，就说这所有事情其实是在一起的。对，是，我觉得是在一起，我觉得是攸关的。那不然的话，你说找那个在野党来讨论，就是国家安全，这没有问题。可是要交外交部来进行一个相关的个报告，我觉得那个意义跟以前是不太一样。那当然，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白银所提出来要把研会这件事情，其实我讲了哈，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正确、不应该的。因为像我以比较中间的选民来看的话，我就会觉得说，你就是一个保护伞啊。那你保护伞的前提是不是代表你害怕？那你在怕什么？那如果说今天，比如说像傅昆萁好了。以傅昆萁这样的角色，他涉及的已经不是只有联署这件事情。那如果说本来人家要调查他的一些相关以前的弊案的话，或者是他们县政府里面的案子的话，认为有传唤他必要，难道这个保护伞要保他到9月底，或者就是这一路下去吗？一路下去，就一路下去啦。那你现在就告诉我们，只要你当上立法委员，那你犯罪就有空窗期吗？你现在白银是要开这个先例哦。
现在意思就是说，问我摘雕啦，所以怎样，我就护航，不是我们白银有问题，但是怎么样，范老师跟我是还不错，我帮范老师护航。哦，你会关系一般我刚本来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果是冠廷，我就说妈起了你，因为我讲不出这种话，我只好说不错。我已经稍微那个，你还打我枪，好，由此可见，北检赶快把他查他，他一定有在怕，刚说了，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你释放出来的讯息是这样，这样子的话就会让我觉得狼狈为奸。那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该查你就应该查，你的言已经第一次言了，你这第二次这样言下去的话，我真的觉得那已经有点超出，你就是故意在为你认为这一些一起狼狈为奸的人，他们可能会设法，所以弄出来这个保护伞。那你这样保护伞一开的话，老天啊，我讲一个实在话，那如果以后都是你们过半的一个情况之下，你们保护伞可以一直这样开下去，所以不要挑战。就是中间或者是浅蓝或浅绿的人的一个是非的对错的观念。OK， 很多事情是有是非的，不要为了你们任何的相关的理由，把你们政党利益或你们两党的利益置在这个是非之上。我觉得这个是挑战人民。范老师，你对跟你没什么交情的慧珍讲的话有什么意见吗？他讲话我没意见啊。不过对于这个延期，我必须要讲，我叫现在有个新的外号，叫什么？印度神童。这个阿南德，对，因为我曾经在本节目预告过，我说真的有可能蓝白会把这个本来5月31号的这个会期延到7月31号，甚至延到8月31号。我讲过就现在果然出现啊。阿南德现在最近有2个大预言，一个是大罢免大成功，一个是习近平会。他什么时候？好了，你范老师真难得，好不好？叫你真难得。他说他是阿南德，你说你是就不是阿南德，贩卖瓜子卖范南德，真难得。好，那另外我们看到就是最近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重要的说法是提油救火，因为会引发民众更大的不满嘛。对，我不晓得黄国昌为什么提。黄国昌没差，他不分区啊，他彻底消灭国民党，会不会？是傅昆萁拜托他提吗？老大哥叫你提，还是他故意要用这个方式来让罢免更加的添油加火嘞？这对他有什么好处？消灭国民党啊，很多白银的巴西也没什么作用。补选白银可以提人，对啊，白银可以提人啊，对啊。你看现在有几个人，你看现在有司法的有谁？王宏威，他的助理。对不对？是不是共谍？那不是他，那不是他，对，他是他老板呐，对，他是老板嘛。有林佩祥，基隆市的死亡联署，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傅昆萁，不要讲了，他的这个什么很多案子，然后再来有郑正乾，他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高端疫苗的事情，还有那个养生馆的事情，这些都是区域立委哦。所以你今天如果故意延期，我觉得反而增加这4个区域立委的柴火。还是他故意要用这个方式来让罢免更加的添油加火嘞？这对他有什么好处？消灭国民党啊，很多白银的巴西也没什么作用。补选白银可以提人，对啊，白银可以提人啊，对啊。你看现在有几个人，你看现在有司法的有谁？王宏威，他的助理，对不对？是不是共谍？那不是他，那不是他，对，他是他老板呐，对，他是老板嘛。有林佩祥，基隆市的死亡联署。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傅昆萁，不要讲了，他的这个什么很多案子，然后再来有郑正乾，他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高端疫苗的事情，还有那个养生馆的事情，这些都是区域立委哦。所以你今天如果故意延期，我觉得反而增加这4个区域立委的柴火。那不分区想说啊没差啦，反正我们没有被罢掉。可是如果到最后席次真的改变的话，立法委员，但我们会期中是不可以这个所谓的这个羁押嘛，或者是逮捕跟羁押。可是如果立法会的席次它改变的话，那这几个不分区，苏清泉，他是屏东县党部的主委，他是不分区嘛。柯志恩是高雄市党部，谢龙介是这个台南市党部，王玉敏是嘉义县党部主委，还有谁？还有徐宇珍，他是国民党的主发会主委哦。这几个5位不分区，有没有可能因为后来可能是因为被罢掉了？就7月底整个立法院结构改变了，在补选以前，对，复选以前就可能因为立法院同意他们被约谈。那我觉得这点来讲，我觉得今天黄国昌你搞这一招，到底是真的是要帮国民党的这些立委解决他们的保护伞问题，
还是反而更加增加大罢免的正当性？我觉得反而是后者。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你到底跟国民党现在到底的关联性为何？第二个，其他事件不断在烧马英九去参加这个所谓的两岸海峡论坛，讲的那些话，对不对？然后加上馆长去了上海，对中国可以说是极尽谄媚之能事啊。然后他回来说什么？我要针对的是反对大罢免。那你到底你去上海，他说回来有什么任务？那请问你是什么任务？是中国给你的反罢免的任务吗？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会林林总总放在国民党的身上，会增加罢免的。来，不一像第一次他的延会到7月31号嘛，那个时候我了解到是因为有些重要的议案都还没来讨论，包括后面要表决等等。但现在直接在7月份都还没有到，马上要延到8月31号的时候，我个人就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太急了？如果真的讨论不完，你7月份再说要延议，好像也现在才6月，现在才6月啊，对，现在这么快就延议到8月底。这个我老实讲，这个就必须要出来说清楚、讲明白一下啦。这个原因要讲清楚，为什么这么早的就预告会没办法？虽然是白银提，可是大家一定会讲，如果蓝营不答应，白银不可能提了以后单独能过，所以大家一定账还是算在蓝营头上。所以这个我觉得理由讲清楚、说明白。我不晓得到底是对是错，因为我不是立法委员。但是你做这个动作，必须要一个能够说服大家的理由，我觉得非常重要，要不然的确会让大家觉得很奇怪。但问题是要说是保护立法委员保护伞。我个人倒觉得还不至于了，因为如果真的有状况要去搜的时候，立法院院长原则上不会来主导这个事情，因为如果很明确的一些状况，市政都很明确了，然后我说，不行，我要会议中，所以你不要逮捕我的立法委员，我相信蓝营不会做到这种事情。但不管如何，我觉得这一次又再次延会了，而且应该以前很少出现过完全中间不休息，从来没有，史上第一次，从来没有无缝接轨，对，无缝接轨上下会期。我知道立法委员都很累啊，这种搞法我不晓得他们的精神还能够撑到什么时候。所以这一次的这个决定，我建议在野党不管是蓝营或白营，把理由讲清楚。如果民众能够接受，我相信不是问题。但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是否要这么快的就决定要再做2次的延会？我觉得的确需要思考。马前总统跟馆长的到中国大陆这些，你觉得刚刚范老师讲说，对于蓝营尤其在罢免这些事情，他觉得是那个雪上加霜，会是这样吗？其实我觉得不会啦。你说马总统到对岸去访问啦，或者是请他们留学生过来，其实很多次了。原则上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但馆长这次去呢，我必须要说，他让很多的国人可能看到一个不同的风貌。在大陆他只到了上海一个小的地方，不是全部的风貌，但这个风貌是好是坏，我相信对于民众而言，至少可以透过直播的状况看到最真实的状况。那回来之后，到底是对你说罢免方有利，还是对于反对方有利？我老讲，现在都言之过早了，因为到最后，民众会不会出来投票，不会因为馆长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是你说我们的在野党部做了什么，以及我们第一线的立法委员做了什么，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来，将军，馆长直接讲说他要回来，他要阻止的那个什么愚蠢的大罢免啊，所有这样的一些的东西，还有包括这样研会，你觉得到底会有什么影响？我先讲馆长当时到中国去的时候，他讲什么？他是当和平大使。你觉得刚刚范老师讲说，对于蓝营尤其在罢免这些事情，他觉得是那个雪上加霜，会是这样吗？其实我觉得不会啦。你说马总统到对岸去访问啦，或者是请他们留学生过来，其实很多次了。原则上这个事情，我相信大家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但馆长这次去呢，我必须要说，他让很多的国人可能看到一个不同的风貌。在大陆他只到了上海一个小的地方，不是全部的风貌，但这个风貌是好是坏，我相信对于民众而言，至少可以透过直播的状况看到最真实的状况。那回来之后，到底是对你说罢免方有利，还是对于反对方有利？我老讲，现在都言之过早了，因为到最后，民众会不会出来投票，不会因为馆长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是你说我们的在野党部做了什么，以及我们第一线的立法委员做了什么，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来，将军，馆长直接讲说他要回来，他要阻止的那个什么愚蠢的大罢免啊，所有这样的一些的东西，还有包括这样研会，你觉得到底会有什么影响？我先讲馆长当时到中国去的时候，他讲什么？他是当和平大使。是怎么回来变成他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反对大罢免？这就是矛盾嘛，因为他被陆委会气的。
倒不是啦，我觉得他是被中国人气的，有可能，因为中国人拿的那个五星旗说这国旗，他不是台独你台独这国旗台独狗，他不是，他被中国人气的，有可能，对，所以我觉得馆长应该是吃了中国人一些排头了，然后回来突然间他的灵魂又回来，所以在机场马上又我们熟悉馆长回来了嘛，对，那另外我讲到颜会的问题哦，其实大家去问问看，国民党身上没有官司的立委，你去问他说，你们干嘛颜会啊？他就会跟你阿杂好多，对呀，这个时候都要我们到跑地方颜会干什么？是不同意的，没有办法，就是为了那几个人。其实你去问问看，身上没有官司的、没有问题的立委，你去问他你为什么要颜会，他的答案都是这样，就是那几个人嘛，这是实话。否则为什么要延到8月31号？中华民国建立114年到现在，你去问王金平有没有？没有，没有人没有颜会到这样子，这就是什么？就是有些人怕了，有些人怕。可是他越这样子做，越让人家会罢免他。为什么？你知道？既然你这么怕，我就让你被罢免掉。让你这些官司全部铺在没有保护伞的阳光下。OK。所以我说这个8月30真的是蛮笨的一个做法。然后本来就是国民党自己要提，可是自己再提一次太难看了嘛，就找好兄弟黄国昌去提。谁叫得动黄国昌？国民党谁叫得动黄国昌？不用讲了嘛，对不对？要坐火车翻到山头另外一边嘛，这只有他叫得动嘛。担心啊。他是最担心的，所以我才国民党这个所谓颜会到马英九到中国去，对国民党的罢免不会有任何减温 ，OK， 都是在增温。因为为什么这次大罢免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叫做反共啊？马英九到对岸去干什么？促统啊，促统。我讲很多人讲什么和平统一，我讲我们是制度统一 ，OK， 制度上都实施民主自由再谈，否则没得谈。来。会最后大罢免来30秒，什么会？我觉得党中央尽快的出来对一些包括你说这些起诉书内容，我觉得必须要有尽快的回复跟答案，要不然这个问题只会持续的被凌迟下去，一定要赶快。再就是立法委员必须要说实话，现在靠自己的更努力了。该怎么做，加倍去做，然后所有的民意代表，包括蓝营的上上下下，都会全力来协助，也希望在接下来的3阶段能够顺利的把大罢免给挡下来。不知道国民党到底为什么敢啊？我说这出成这样，年会到831，然后下一个会期9月1号开始，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就保护伞嘛？你们跟我讲，你们什么了不起的法案要讨论？如果真的那么厉害，上个礼拜8个委员会有7个委员会在考察，1个委员会未还开，其他都没在开会。你跟我讲说很重要，没有？因为实务上，我们所有当民意代表都知道，我们连地方议员在开议，检察官要传我们。都会尊重一下会期，我只要跟检察官、跟书记官讲一下，说我那一天议会要开会，检察官跟书记官甚至法官都会为了我们很大的可能性来调整期间，连议员都这样立法委员呢会不会增加他们办案的难度？绝对会嘛。第一个，没有经过立法院的许可，原则上不得逮捕或拘禁，然后除非立法院同意或现行犯，这会增加他们多大的办案难度？那其实在这整个过程中，这个是非常。唯一我们想得到的理由嘛。未来这些事情对于整个大罢免，因为最近来看的话，18号那总府包括国安简报，跟朝野之间的氛围会有什么影响？那接下来6月20号到礼拜5的时候，当中选会核定完，正式揭开第3阶段的序幕。第3阶段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学妹妹》，我们明天见，拜拜。